可以了。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晨，欢迎那一天的 everyone。我先来一个一个介绍好了，我们先从编剧好了，先从扫子姐开始 ，Hello， 然后还有导演蜜姐，还有制作人小开哥，跟今天的4位主演，你们各自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对，已经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刘维成。你们好，我是张翰仁。大家好，我是黄君志。大家好，我是宋维恩。我觉得大家太可爱了，因为我现在在帮忙带动气氛。就是刚刚我们大家一起看完了最后一集，然后大家好像都有一点在那个情绪里，要不要说说你们各自的感受呢？先从蜜姐来好了，他们先嘛，好好好。维恩，你怎么说？我们刚刚2个人坐在一起看，然后桌上就是满满我们的那个鼻涕卫生纸。真的，我发现小智是第一个掉眼泪的人，我偷偷默默注意到。怎么了？怎么停在那里，还在那个情绪里，对不对？对。那你的想法呢？想法？对你有什么感想吗？你说看完整个。对。我会讲很长哎，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发现，你是最早落泪的人，那个点让你哭的地方是什么呢？刚刚在看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怎么讲，就是当于西顾真的离开之后，然后看到6年后之后的故事，我才发现于西顾在我的心里面是真的活起来了，这样，然后看到那些故事，我会觉得自己很像。哇，可以去看到一个，就是我离开之后的感觉，所以这样。内心还有很多的感伤，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偷偷的发现，就是其实是向豪庭他在哭的时候，你有落泪了一下，我就心想说哇，我觉得你戏里戏外都就是蛮舍不得他这样落泪的。对，就好像看了有一点感动，我也跟着泛泪。那其他人呢？你说。我想再补充一下，你说，就是那一场跟妈妈的戏，就其实原本大家没有想要这样演，是，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前面9集是全部都拍完了，所有的回忆都在脑子里面，包括子玉姐，所以我们连试戏的时候，机位都还没放，就是摄影机都还没放电的时候，我跟子玉姐情绪就来了。然后我们2个都有点纳闷，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思考一下，是因为这个剧本真的太强大了，就是前面把这些画面都建构得非常的缜密，所以当我们到那个环境里面，只剩我们2个人在走戏的时候，一个眼神望回去妈妈那边，整个情绪都来了，就是包括看到那个铁盒子，就是那不是在演。那个是真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一起经历了前面9集的这些事情，然后当妈妈来关心我们的时候，子玉姐是很自然的就丢出了那个情绪，不然其实原本我们那一场只是想轻轻的走过而已，第一次看到这个铁盒，只想轻轻走过，但没有办法轻轻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么轻轻的走过去的，所以后来就转了一种，压抑，在那个时候选择压抑，然后选择用一个微笑，妈妈对我一个微笑，然后我也对妈妈一个微笑，但是其实那个微笑后面是有很厚的一种回忆在里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有感情了哎，真的。是。那像其他人呢？你们怎么说？我就是眼泪快掉出来的时候，向豪庭他看着铁盒在电视机前面那边的时候，然后妈妈跟他讲的一段话，我也觉得很感人，就是他说你都已经，因为他让自己很忙嘛，你总要让自己走出来，那一段话真的是还蛮有感觉的，我很喜欢。是。我有一种很时过境迁的感觉。我刚刚比较晚进来，然后。一进来的时候看到我跟向豪的那段戏，然后也回想到当初我们在拍的时候当下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时过境迁是一个
在爱里面很真实的，因为时间就是会流动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时间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从拍戏，或者是生活强的地方跟玉溪谷跟向豪庭，我们一路走来，我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成长，然后真的会看完之后知道什么叫做要珍惜。我自己看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4位主演在最后一集他们的演技整个大爆发，我就要给他们一个掌声，掌声！而且啊，我发现其实刚刚的大结局应该非常多人看，因为我们现在直播人数已经破1000人了，代表大家刚看完应该都有很多的感想，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你们也可以留言你们的问题。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很想知道，就是这一次的创作啊，好像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好像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蜜姐啊，还有少子姐，还有小泰哥，谁先好呢？那就蜜姐先来好了。我觉得先让品牌先说话。我们一起走3年。对，好，那就先让小泰哥吗？还是？对，然后我可以帮忙补充。好，没问题，那就交给小泰哥了。那小泰哥，你要坐到中间吗？你为什么坐边边？要开心一点，对。很不容易的。对，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好，那因为这一次的结局跟以往大家可能期待的方式会比较稍微不一样，然后这个可能我在之前在粉丝见面会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我们选择用这个方式去告诉大家说，有些人生当中有些事情是你无法预测的，然后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之后，你才发现到啊，原来前面所经验、所体验过的那些日子，是你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那一段。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让观众去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因为这边也刚好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在设计那一天故事，就是有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在思考片名的，就是英文片名的部分。然后刚好我就是因为片名，就是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因为我们到底要取比较直觉的，比如说 The Day， 或是 That Day， 或是 This Day 那种，就是比较就是直接翻译那一天的方式。那刚好有一天晚上，我自己反正在网络上乱看，然后刚好看到拳王阿里的一句话 ：Don't count the day，Don't count the day, make the day count， 就是不要去数，就是一直去数，类似像数馒头去数那些日子，而是你必须让每一天每一个日子都值得被记住，值得被珍惜。那所以就那时候觉得那个就是这个蛮有意义的，所以那时候就决定用Make Our Days Count 这个英文片名的。那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剪接室，其实后来我其实那个之后，如果大家有看到拍摄日本的话，其实会看到同样一段句子，就是因为我在剪接的时候，就是看这样的画面，然后有想到有一部电影叫《One Day》，就是真爱挑日子。那安海瑟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Whatever happens tomorrow, we've had today， 就是不管明天如何，我们已经拥有了今天。所以也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说，珍惜这个就是这一次的主题是珍惜这样。谢谢小泰哥。孝子姐先吗？好，我想编剧应该有很多话想要分享。是因为这故事是，我想好像，其实说真话，那个时候说这个故事叫珍惜这件事情，可是珍惜这件事情要怎么呈现？我有想过是用遗憾来呈现，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正面看这件事情叫做勇敢来呈现。我们的向豪庭就是因为勇敢去做，勇敢去追，勇敢去爱，所以在于西固离开之后，他才有这么多的回忆，他才有这么多的点点滴滴。
这个才叫珍惜。虽然很多那个 happy ending 的东西是比较甜蜜的，但好像很难去表现珍惜这2个字这样。而且说实在话，这次我写巧克的第3部那个 Hitches 3，我其实不认为它是个 BL 剧，我把它当成正剧在写。就是一般的偶像剧、一般的8点档、一般的你们可以看到的任何戏剧，我把它当这个来写。所以你会看到有亲情、有友情，还有一些很复杂的情绪。它不是个 BL 而已。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说两性开放，还有多元的社会。那么2个男生谈恋爱，它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它是个正剧。所以我是把所有的那个情感都放进去，然后我是用勇敢这件事情，就很像我们的片头曲，勇敢再活一遍这样子，而去表达珍惜这件事情的。这是我的创作理念，谢谢。谢谢邵子杰的分享。好，然后是我要分享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蛮难得的，就是从第1年开始走到现在第3年。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没有预期我们现在这个那一天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但是总是希望有参与那一天的有收看跟看那一天的朋友，就是在中间有笑有泪，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然后看一群人的故事，然后陪伴你们度过一些时光。那我觉得巧克这次很勇敢的去做了这个题目。那当初也跟监制婷菲姐，就我们 BL 教母嘛，也有在聊这个事情，包含小开。那我们只能说，当然每一部戏走过之后，都觉得当初我们如果可以怎么样，一定可以更好。或当初我们在拍摄，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让这个戏更好？但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尽力了，演员们也尽力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呈现给大家的作品。当然，这一次走过之后，我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养分，那就是期待看到更好的各位。然后也谢谢所有一直收看到现在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们这一次的方式。对，当然任何的批评指教我们虚心接受。但希望你们感受到，我们当初做这个戏，除了想要强调勇敢、珍惜，我们是一群真的有爱吧，有爱，以及希望带着诚意来做戏，分享给大家。一定还有可以更好的地方，但希望那一天你们会喜欢，对吧？喜欢，我觉得大家跟我们应该都是一样，看的过程都是有笑也有哭的。但是我觉得，反正人生过程本来就是这样嘛，就是都是有笑有哭的。但我其实觉得你们应该在拍戏的过程，就是累积了很多的感情。所以我想问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对你们来说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深刻的好多分享不完是不是？有没有一件最想分享的？怎么忍下来了呢？没有，还是你们先呢？我深刻的戏，也很多每次采访都讲了好几个，都不一样，每次太多可以分享了。因为我们真的一起过了很多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真的一起经历了，其实他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在那一天里面去创造属于我们的那一天。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参与这个戏，我觉得最美好的地方，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就是我们整个工作下来的喜怒哀乐，然后或者是相互的拉扯之类的，对吧？都是好。那今天呢，因为难得我们的制作人、然后导演还有编剧都在现场，我觉得可以问一点，好像就是跟剧有关系的事情好了。就像是因为大家很可爱，他们都有发现，其实戏里面有一些小彩蛋，像是随处可见的小兔子，或者是瑜伽的墙面，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又来，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找，于西顾的爸妈他离开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那就设定了他爸妈其实从谈恋爱开始到成立家庭，他们都是追星空的人，对，所以才会有那个星空图。然后那个星空图也是我们的美术指导画的，对，就是希望因为。俊志本人会画画嘛，然后那个伟成也很会画画，其实他们都好有才华哦，唱歌很好听吧？对，就是大家都有。那我们希望把俊志真实生活中的东西也带入，包含最后一集他们新的家里面，墙上很多都是俊志自己本人的画。哦，好厉害哦！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才请美术指导，就是真的用手绘的方式把星空那个玫瑰星空图画出来。因为我们设定是他爸妈离开的那一次，就是去追最美最浪漫的玫瑰星空。对，所以小顾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慢慢的把那幅画完成，然后就一直带着那个画在身边。听起来是非常浪漫的。对，那我请他补充一个好了，因为那时候一直希望把这个说得更完整，但是工作时间有限，所以我看到板子我会泪隔，因为情绪很复杂，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小顾今天我们特别请美术组的同仁把一个道具借给我们，那个是为了这个戏做的。先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还蛮完整的，就兔子救不了。其实兔子有很多，从第一集开始，那也是一个小创意，就是垃圾袋的兔子。然后其实他们本来是从没有表情到有表情，顺着他们的爱情。然后有一些兔子身上其实是有背日期的，只是我没有办法把每一只兔子都用特写来带，包含那个你们在学校你考试不好的。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考差的那个求他原谅你的那一场，右边也有兔子。然后其实我想分享一个我拍摄觉得很妙的是，我每拍他们啊，身边都会有很多飞的，可能我现在调光或者很多大家画面上没有看那么清楚，只要拍到他们非常常有蝴蝶，或者是飞行的昆虫类，只要有他们，从你送他回家，然后。更夸张的是骑摩托车那场戏，他骑摩托车载他也有，然后你们在学校也都有，我就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缘分？然后拍他们就没有，拍他们就是很冲突啊，不是天气很好，就是下雨，好妙哦，就是对，就是要么太阳热到一个，然后不然就是下雨，然后拍他们就是风很大，然后有很多的。飞行的朋友们，就是活在这世界上的朋友们，这样，我让他们来分享好。好啊，来。那我现在分享这个东西好了。这个东西它一直都挂在于西顾的书包上面，然后这是于西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跟爸爸妈妈的一个连接。对。像是这个手表，它是爸爸在日本的机场买的，然后留下来给西顾。然后后面是一张车票，然后这个车票它其实是爸妈离开之后，然后姑姑某一天带着小时候的于西顾出去玩的时候留下来的。对，就是有点就地重游的感觉，因为之前跟爸爸去过那个地方。就是他们追星家族追星，因为小朋友不能出国，所以会带他上阿里山。然后里面还有2个珍珠耳环，这个是妈妈以前戴的耳环，然后还有一把钥匙是西顾旧家的钥匙，对，然后还有道和神社的猫，然后还有海德堡的一个钥匙圈，所以其实它整个东西就是和家里的一个连接，所以西顾很珍惜这个东西，他一直把它带在身上，这样。我听了好感动，因为我觉得你在讲的时候，好像是你真的本人发生过的一样。我觉得你们应该做了非常多的演员功课。对不起，今天不是不让他们发
导演有太多想说的了，你尽量说。蛮那个，因为我参与这个系列也好几个日子了，嗯对不对？我数学不好，是不是1000多？是1000多。数学系吧，成长系。对，就是你说你有太多话要说了，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跟制作人也讨论，跟编剧也讨论，就是最后是不是由他来饰演方伟？其实那个东西也拉扯很久。那我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接受，有人不能接受，但那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找到某一种利基点，希望传达给大家。非常这个。保留一点点，对，因为一定要他演的坚持。其实他编剧很有坚持，但那个坚持非常的美。其实那个是对于爱，然后很美的事情。那希望留给大家去韵味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看。还是你可以很简短的稍微分享。因为《霸王别姬》里面，童志轩最喜欢讲，不是最喜欢，对不起，童志轩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辈子。少1分少1秒都不是一辈子，然后我把它转换成，就算是一模一样的长得跟于西谷一模一样的人存在，都不是向好婷的于西谷。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的戏剧里面都是说出现一模一样的人了，那我就把爱情转移给他了。我不想写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对向好婷来讲，于西谷是独一无二的。类似，我只想表达这个。我记得我刚刚看到有一段我好感动哦，就是在讲到追星星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到，追星星这不能再说，不能再说是不是？我快哭了。好，我也不要说，因为我跟你说，因为他的世界开得很，其实每个人世界我都开得很完整，从上家到那个包含知道哥的家人，包含那个，所以其实因为小时候把所有的剧本建立得很清楚，所以对吧？因为你们背景设立得更清楚。都很好，都很好。在讲星空会哭真的，所以我不讲，因为那真的是我刚刚的大爆哭点，所以说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享受那一段，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有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发现这出剧因为它的时空背景就是很现代然后大家就很好奇说，那你们的衣服是怎么样设定的 ？OK， 这个我一定要说。你要不要说话？好，我说完了。他还在那个情绪里面，悲伤里面。OK， 好，就是其实这个造型我们也讨论跟犹豫了很久。其实我们希望做一个很贴近真实生活面向的，然后包含我们很多的高中现在的用色，他们因为了让学生安全，所以他们都用一些高彩度的颜色。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讨论才会用这样的紫色来作为某一种人高中的辨识度，希望跟其他的，因为高中校园片真的很多，那我们只希望说能够走一点点真实的调性出来。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跟之前的越界不一样，因为志宏高中跟人人高中其实有一点平行时空了，在 H 系列里面。对。那像他们各自的服装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设计呢？很多，每个人都有设计啊。这样问我会觉得没有被看出来。有。应该是说大家会好奇为什么特别这样设计。像豪婷就是希望它很像吧，因为高中其实我们自己都会在高中，连我自己都在高中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很奇特的打扮。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你也有对不对？所以我们顺着每一个人的角色，包含那个时候认识他们的头发的长度或什么，我们去做造型与设计这样。是。但今天我们你说。我想要讲一个于西谷，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喜欢于西谷，可是其实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于西谷的发型，或者是他们有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我想要讲，我是觉得这个设定非常好，就是因为西谷他一直都是比较辛苦的，然后他就是没有什么钱嘛，所以西谷的发型，对他没有钱买发蜡，他也没有办法去
他没办法去设计自己的头发，所以西顾的头发其实一直都是自己剪的。哦，自己剪的。对，这个是一个，这是他的角色设定吗？我们连同聪明的人会养独角仙，独角仙是他每几个月会去什么地方，去山上去抓的，公园到底抓不抓得到，或什么，这个我们都有进行讨论。对，就连他一开始没有名字，然后后来有名字，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讨论出来的。哦，那其他人呢？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感觉应该有很多小故事可以分享。我想要分享一个点是，就是刚刚那个汉语有讲到嘛，那个我靠在电视机的墙上看那个铁盒，就是经历了可能跟李思雨的谈话之后，我决定想要面对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不然这盒子是已经封了6年。然后那场戏在拍的时候，我在准备拍那场戏之前，我是不敢把那个盒子打开的。是，我觉得我讲这个一定要很小心，因为我觉得我就会哭了。还在那个情绪里。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有前提提到，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剧本，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包括在我们的第10集剧本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读本的第1天才拿到第19跟20集的剧本。然后那一天我记得我跟大家都初次见面，我在那边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在翻第19、20集的剧本的时候，我就默默的在哭，跟大家第一次见面。所以我是想说我很爱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描写得非常棒。然后在拍靠在墙壁，自己在租屋处准备打开铁盒那场戏之前，其实我是不敢开那个铁盒。然后那时候其实跟导演有一些拉扯，是他希望我先看一下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我坚持要到那个摄影键按下去 rolling 开始 rolling 之后，我才要把那个盒子打开。然后在开那个盒子之前，其实我一直在听同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星空》，因为加油加油！我可以暂停一下吗？好，继续。就是因为《星空》这首歌其实是在我高1的时候出来的，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主要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加油，小智要救一下他吗？好，我们起来动一下，还要练唱吗？天哪，太神奇了，我觉得。OK， 你们先讲好了。你们先讲好了，对。我们救你们一下。对，救一下他们，救一下他们。网友有什么问题吗？好啊，还是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好了。因为今天其实网友真的有很多的好奇。不能那么近。谢谢。你随时准备好要讲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好。我觉得这一切的连结都太奇妙了，太有缘分了。所以刚好于西顾是在追星空这个领域的篇幅是非常大，然后撰写的非常结构上面是非常缜密的，所以甚至前阵小开哥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有分享了粉丝们找出来的那个音乐。然后我也转分享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对于社会演员是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我觉得我真的相信于西顾他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谢谢，好，不行再讲了，不然好会拖到大家时间。我们给你一个鼓励，给你一个掌声，真的太真心有用了，很真诚的面对大家，所以看了好感动，很想哭。好。这样好了，我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你们。好，来，蜜岛虫，可以。转移注意力。好，让你念。好，你拿麦克风，对你念一下这是问题是什么，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好像很多问题耶。林佳瑜。他问的问题是想问香菇跟芦笋，如果有合作，想要跟彼此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好，这好像蛮有趣的哦。你们先来好了，你们觉得你们想要挑战什么？先我看一下哦。好，那我念完第2题跟第3题好了。
好我们选择。 ，OK， 再来就是啊，那我先问完这一题好了，就是让你们先回答好了，给我就可以了。谢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蛮想跟你演情敌的角色。情敌，因为我觉得我们爱的那么深刻，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讨厌对方，会是什么感觉？而且我想要演情敌到最后，然后都没有追到那个人，然后变兄弟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打不相识。对，有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我觉得会挺好玩。那你有办法现在来给他一个眼神吗？就是那种把他当情敌的眼神。满满是爱。是不是太为难他了？现在可能现在还没办法，对不对？好，还在爱，我这样太为难他们了。那你呢？对。第一个直觉是演兄弟，演兄弟，因为我真的私底下真的很喜欢伟成这个人的个性，然后，可是我想要演的是，就是我是一个可能智能停在一个大概国小的一个阶段的人，然后我会对他耍各种脾气跟个性，然后他要照顾我这样，对，还蛮想演这样的角色。好跳痛哎！你突然想演一个小孩子，因为。也不是，就是我觉得他演哥哥演惯了，是不是？因为在剧中感觉因为他应该是一个又可以充满爱，但是他面对我这么的，他长期这样照顾我，他一定会有很多愤世嫉俗或是一些情绪，我觉得他是可以揣摩的很好，所以我很想要看他演这段戏。好，所以期待你们这两位演就是情敌，然后跟那个你是弟弟的兄弟这样子，好特别。好，那你们呢？香菇 CP 呢？我蛮想跟宋文一起演一些类似什么出任务的戏，就比如说一起去找有个藏宝图，我知道你们两个一起合力完成，或者一起被关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一起跑出去什么这一类的。可是通常这样的两个人的角色，会有一个会是那种比较常出包，你们觉得会是谁呢？比较适合，对不对？对啊，就是那种常犯错啊。很多比如说重物什么掉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接住。然后如果是要钻通道的，都是你来做。你好会想哦，真的有哎，有那种画面哎，可以耶。我们一定可以挖到宝的。我觉得感觉有耶，这个表情。对，非常适合在船上。就出任务吧。就出任务，你也认同了是不是？好像蛮适合的，感觉可以合作无间。刑警对不对？刑警就是最后他都不小心被坏人绑走，然后结果变你去救他，这样好像蛮适合的。我现在不是就在警察办公室？你说之前对。好，我再来问另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演完那一天后，你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 CP 说的话？你们各自有没有想要对对方？你是说对于角色还是对于本人？我觉得都可以，看你想要说什么。好，伟成先。我觉得很简单，就真的谢谢你是志刚哥，就像他是他的语系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是别人是志刚哥，我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好感动哦。你是走红了，先不要拒演。先不要。那志刚哥呢？就是一向也谢谢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剧本其实我们还蛮难演绎的，在一开始拿到的时候，但故事很感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好像如果真的不是他，我也没办法想象我要怎么演。我要补充。好，蜜姐有话要说。我认识他们两个其实很久，因为那一天的选角，我们跟小开，包含小邵，我们一直不停的在找人，然后也谢谢台湾很多的经纪公司或很好的朋友们，他们一直不停的带非常多的人来跟我们认识，然后最早是在江州，对不对？对，我们玩游戏，然后后来伟成加入，伟恩最后加入，然后大家第一次我们去机场，因为我们有一天排一个行程，就是去机场看飞机，然后他们就很登对，然后他们两个就自己开小市场，对，他们自己就爬到那个草地上，就是他们两个一组，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爱哦，就是觉得。
对，话不多，两个人在一起好和谐哦。对，然后就这样。所以原本你们是没有设定说谁要演哪一个角色，对不对？去飞机的时候是已经是了，但是在那样的状态下，突然又更觉得他们很适合那个角色，就是他们很 match，就是totally match， 我不知道怎么说，突然的一个对一种魔法，就像你们两个演戏的时候会有那个飞儿过来这样子，变魔法。可能每次我们在3、2、1 action 之前，其实说坦白，有时候蛮懵的。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台词都背好，但我觉得还蛮懵。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action 之后好像就好了。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但是我们当下就不会怕，就会充满勇敢的，很有勇气的感觉。是。好，那香菇 CP 呢？你们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吗？还是想不出来了？可以，于西顾想要对向豪庭说什么？就是看到向豪庭在6年之后，就是有一些在哭啊的那些情绪，就是我很想要用于西顾的角色跟他说，就是于西顾有向豪庭就是你让于西顾过了一段很幸福、很幸运的生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西顾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对，他被很多人爱着，所以好感动，但是我觉得我不要再让韦恩讲了，韦恩的表情跟他的眼神已经说完了一切。大家就是呢，有能力去爱人要去爱人，然后更重要的是要爱自己，然后爱完自己之后，要把你所有力气去爱你在这世界上可以爱的。怎么会变这样呢？不行，我们要赶快下一题。可以好，对，我小智有话要说，就是就是生死跟离别，我觉得都是有实现的。然后希望大家在心里面还有很多爱的时候，可以对身边的人去温柔保护他们的脆弱，然后就是可以去支撑每一个你爱的人，然后没有，还好，没事。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累积很多不同的幸福，但是也会面对越来越多的离别，这个是必然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当下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感受每一个人带给我们的感动，这才是最好的。就我一直很喜欢那个一本书叫《燕子》里面他说就是好好的幸福应该是要在那整句忘记是什么了，但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去看当下的幸福，不要再就是之后再去后悔，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希望可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一点。而且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送给向豪庭，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一句话。好。其实对于这个组 CP， 我一直都有一句话，其实它是个很美的一个感觉。那句话呢，就是他们的爱情像风，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感觉得到。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感觉是很重要的，所以才要珍惜。好。我们来抽下一个问题好了，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转一下大家的情绪，转念一下，好嘞，好。想问主演们各自的对手演员在什么时候或做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心动，觉得好像跟他在一起也不错的感觉，为什么？我觉得我在现场的时候，志刚哥最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不要紧张。因为他很常 catch 到我在紧张的眼神。就像你看幕后花絮，他也有，我们两个很常会有那个，现在要怎么办？很慌，或是你本来准备好的。是我不好啊，不是，都是我的不好。是真的，因为有时候想法不一样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
catch 不到，然后真的会很紧张，因为我们有时候讲真的准备的功课不够，然后或是自己没有想的更多，然后他会远远的，或者在我旁边，然后他会很小声，然后就喘一口气这样子，这个感觉蛮好的，很暖。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他很有迷人，这真的就哇，这个人谈恋爱应该蛮厉害，就是这是什么称赞？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讨论那个桥段，就是他就说他有一个很厉害，就他会对他女朋友做，就是之前的伴侣做的事，就是到家的那个，我觉得到家的哪个？那个桥段太厉害了，哦，就是完全被他电死。我想说，他说心动的场次。对，让你感动的其实我觉得，他分你便当吃。我想要讲那个一起骑脚踏车的那天觉得好开心，很幸福，是一种很平淡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两个人一起骑摩托车那个，觉得是一个很很生活的一个很幸福的感觉。其实我要说，现在表演课完，他也会载他回家，好可爱哦。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适逢情人节，他们两个还拍了一张照传给整个剧组的人，说情人节快乐，好可爱哦。他们有传，没有传，哦哟，这口吃醋了，所以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够好。我记得我们那天是去吃豆花。你说情人节那天吗？两个人一起去吃豆花。白色情人节。好浪漫，是不是白色的豆花？白色情人节314啊，那时候还没拍，那都是在。那你有什么想分享吗？他让你觉得很感动的 moment？ 这个眼神是？这是我秘密。秘密是不是？好，我们先不让你说，我们怕你等一下突然又想落泪了，还是先下一个问题好了。下一个问题，转念，看一下大家想问你们什么。那一天里，那种看向对方眼睛都是星星的样子，真的是初恋的感觉。想知道两对 CP 在拍戏的时候是怎么培养感情的？对，吴品仪。我们两个应该是最一开始吧，就是一开始我们读本的时候就已经在，我觉得就是一种培养感情的。虽然我们那时候非常安静，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舒服的方式。然后也是在，对，他还有读本完那天，他还有载我去学校，对，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个对对方比较舒服的相处方式。是。然后就是聊天啦，聊彼此的生活什么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两个培养感情的方式。我们两个在一起不讲话好像不会尴尬，像刚刚说那个去飞机场那一次嘛，我们就是翻越那个好像是不能进去的地方，是不是？就是反正是翻越某一个栅栏。没有。我觉得是某一个栅栏对面的地方，但我不确定那个地方应该是可以进去的，应该啦，应该是可以进去，但是它是有一个栅栏的装饰艺术在里面，这样也可以。对，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其他人，反正对，先练，然后其他人都是在那个栅栏的另外一边在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就很莫名其妙的在栅栏的另外一边坐在草地上面一起看天空，然后拍照，然后不讲话，这样吹着那个风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的方式比较不怕尴尬吧。从一开始第一天，其实我还蛮晚进到这个
这个团队里面。然后第一天很突然的，就是刚好那一天他要来，他那天要干嘛？探班吗？没有，在试镜的时候，在聊角色。然后我刚好那一天是第一天来这边见密导，然后很突然的，就是刚好就跟他对了一个戏，就是那一场那个，我们是对那个在天台上面吵架那一场，对对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天跟他对戏的时候就什么都很顺，然后感觉就很对，然后就觉得他就是于西顾，这种感觉，然后。回去之后，因为我们又念同一个学校，所以又是邻居，怎么那么刚好？所以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缘分，真的是缘分。这样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相处的时候，有真的拿真心出来，真的有。对，所以就是有真心拿出来之后，才可以这么自在做朋友。其实在这平台这边。确定是不是我之前，我一直去烦他，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算是确定是于西顾，但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向好庭。你去烦他，是去关说一下是这样？不是，但我真的很想要，演他的向好庭。所以你自己讲。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虽然之前有一起上过课，但其实我们是不熟、不认识的状态。然后那时候真的见到面是那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之后，我们就互相有了脸书嘛，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就是莫名其妙变得突然好像很熟这样子，对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酷，是好像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那种感觉。可是你那时候你没有觉得烦吗？你没有真的不会？然后那个试镜当天，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在这边碰面的那一天。导演还问我们两个说，就是是你们会不会讨厌彼此？然后问说，那这样演看起来就是有顺眼，对，类似那种的。然后我们就有一点不太需要经过什么磨合，就很跟你讲。密导那时候是连半开玩笑说，有什么不高兴对方现在讲出来了。那你们那时候有说吗？没有啊，真的因为后来就越积越多了。不是啊，开玩笑的，感情很好，大家转个气氛嘛，不要这样那么沉。那你们是怎么样培养默契的呢？我们一开始有去看电影，我们去看电影那一场很可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是笑嘛。我们要去看《机不可失》，那很好笑，对，笑得很开心。然后走出来之后很有默契的，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个街头艺人，那时候在西门町，然后有街头艺人在唱歌等等，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旁边，然后静静的听完他唱的歌之后，两个人就有默契的说，然后我们才一起离开。然后到后来上表演课的时候，会一直有习惯吃饭啊、读剧本的时候，就会坐到对方旁边，就是一种。不只是心灵吧，肢体上也会有一种依赖。其实我自己发现，我有时候上节目宣传的时候，或是在 party 的时候，我有时候紧张时，我会很习惯这样靠着他，就跟戏一样就是习惯，其实就是习惯。然后又因为孙博祥这个角色一直在很努力的想要得到他的爱，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我也会看到他的时候就有那种表情。可是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今天对，因为我怕谁有些可能出不来嘛。但我一定要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是有很多人帮忙，然后我们也真的可以从第一年到现在，都邂逅很多不同也很棒的新演员也好，然后演员也好，然后我们也要说一下，其实我觉得陈浩啊、夏恩、夏德啊，其实所有人都很把自己投入跟很愿意给。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次最幸福的地方，就是大家很真诚的把自己交出来。当然有初期的一些不安全感是正常的啦，但是我霸凌他们吧。有吗？导演有霸凌你们吗？有吗？他说有他点头了，导演你看到吗？没关系哈，我们还是会碰面的。对，逆点就把它记着一笔。约好一起过圣诞节。对。大家一起过吗？还有恩的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非常棒，这样。这样可以算。导演刚刚讲到高群跟夏仁下的嘛，我想说，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大家真的就像是朋友，对不对？一个真的是不能说一个家吧，就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这样，然后甚至有时候可能，现在播完我就稍微歇一点那个事情，就有时候可能导演很少了，真的非常少，在现场对我们发脾气，就真的非常少，然后是发很轻微的那种脾气，你让我讲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会非常有向心力的一群人，怎么样？很可惜的，那时候没有质感歌，就学校的戏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年纪不要说，不是没有要讲那个，反正就是我们特别在那个时候很有向心力，我们好像就像一个学校的帮派一样，那就对啊，你们这样到后面你明明也在里面，我也加入帮派，对，到后面你也加入帮派，就我会觉得那一份感情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很刚好的这份感情套用在情节里面是非常合的，然后我也很觉得真的是需要很珍惜这份感情，所以虽然说有时候可能宣传因为人数的关系就都只有我们4个到，但我真的要说，另外3位主演也是真的非常尽心尽力的在为这个剧本这个戏付出。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起出来给大家看看。然后当然还有王真玲，还有季心玲，还有雨贤，爸爸妈妈是前辈了，我们都是在跟他们学习的。尤其子玉姐跟三哥在现场不把自己当前辈，他们把自己当我们的朋友。对，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除了更尊敬他们之外，也学到更多他们在业界的一些可以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就像伟恩刚刚说的那个，他说的帮派，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群可能考试没考好的学生，会面对老师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就更团结那种。你说谁是那位老师？你们就是把我当庄雅文。没有了，开始没大没小。原来我是庄雅文，一直被骂。被骂的那个姓庄的。是一个同学吗？被我挤到第3。对，我记得有一个桥段有讲到，所以你们把导演当成是他，好坏哦。讲错话。好啦，开玩笑。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我觉得最后我们要不要，因为就我们最后要不要对粉丝说一些话，好不好？因为今天最后一集。这样好了，我觉得呢，可以在这个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公布，就是我们的典藏写真集，然后还有改编小说呢，明天就正式上架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发现，你看像是这一本哦，它是有双面书套可以给大家看，还有像是这个。明天都已经正式上架了。那如果说大家你们想要买的话，其实像博客来啊，或者是尖端官网，还有博客来，刚刚讲过，跟诚品，然后还有金石堂，这些都买得到。而且我发现里头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像是这个像是这个是小纸卡，对不对？这是明信片，然后像是这个明信片啊，你如果在不同的网络书店买，会送不一样的。你们这都看过了吗？刚拿到，还热腾腾的耶，连你们也是刚拿到而已。好，那除了这个部分啊，因为大家呢也一直敲碗在期待，就是见面会的部分。然后见面会的部分，接下来就是1月12号在高雄有一场。然后这一场的话，如果说大家有想要来看的话，你们要记得在12月26号的话，上 KKTix， 然后上去订票 ，OK。你们大家有什么话跟他们说吗？对。对啊，我觉得我们最后就跟大家说一些谢谢，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在旁边看，观察大家比较多，因为在拍戏的时候我是属于比较沉默的，那我发现就不管是伟恩、还有君之，还有伟成，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努力，所以我真的很爱你们每一个人，然后谢谢你们。让我可以很自在的演绎《志刚哥》，然后也谢谢所有爱我们的粉丝。
我们会继续加油。然后同样的，我们真的很幸运拥有这个机会。谢谢导演，谢谢小海哥，谢谢少姐，谢谢。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用一句话来跟粉丝说点话吧。我的话也一样，我觉得很赞同小志刚刚讲的话，就是爱真的要及时。然后这部戏最希望让大家知道就是爱嘛，所以真的，因为不是所有东西我们说不准，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说不准，所以我觉得遇到他们真的很开心。然后我相信这一段爱也会继续延续下去。然后也谢谢所有的粉丝，谢谢平台，谢谢导演，谢谢少姐，谢谢大家。OK 了吗？快乐的话哦，说快乐的话。好，那就是大家看完今天嘛，就会情绪比较重，但是我很想要说，就是每个人的那个。不用，我们请的，开心，继续。就是加油！什么结尾？这个应该很快乐。是要讲吗？还是要讲就是对啊，反正大家先冷静一下，然后就去想想看，其实每一个人的幸运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就是对，大家应该要找到那个幸运跟幸福的地方，然后好好去感受。爱最大。你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说呢？好，跟粉丝说，我相信很多人想寄邮给我刀片，但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还是一句话，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然后也有甜蜜的故事，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勇敢一点，然后大家珍惜身边所有的人，然后珍惜所有的点点滴滴，谢谢。还要感谢所有剧组来帮我完成这个作品，谢谢。谢谢所有人，谢谢平台，谢谢。糟糕，断片了吗？断片啊！没有，我其实刚刚想到博伟啊，想到第1季的演员啊，然后想到第2季的演员们啊，然后到现在的你们，就觉得真的有你们能够跟你们相遇是我的幸运。鼓掌，谢谢导演小开哥。好，因为这个是 History 3第2个单元，也是代表 History 3这个系列，在这个时间点要先跟大家先暂时先说再见。那其实这7个单元来，我要谢谢所有的演员们，因为你们做了很勇敢的决定，你们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作品，然后在里面有快乐的地方，有难过的地方，有值得被珍惜跟值得被回忆的地方。那我也很谢谢大家，然后希望大家把这样的力量跟观念一直在往下带下去。那也在这边也谢谢整个 History 3圈套那一天的所有工作人员，不管是主创的编剧导演们，然后在现场的工作人员们，甚至后期的陪着我们一点一滴把整个故事最后累积成现在这样的画面的所有人们，那真的谢谢你们。那最后就是要谢谢粉丝们。那这个7个故事其实都讲的是有关爱的东西。那希望这7个故事用不同的方式去诉说爱。那也请大家爱这个世界，然后用爱去创造接下来以后未来的世界。好，你说，导演说。就是菲尔罗教母当初说的爱无限，好不好？爱无限。我们再一次谢谢那一天的所有人，谢谢大家。对，然后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有一个重要事情要跟大家说，等一下有个精彩小彩蛋哦，而且主演们都有演出这个 MV，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等一下一定要继续的锁定。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怎么了？你们演的主演的 MV。对，等一下晚一点就会播出了，所以说大家等一下都可以一起上去看。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拜拜。